秋天到了，你推开窗户，一阵凉风灌进来，你深吸一口气，却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像压了一块进了水的海绵，嗓子眼里总卡着东西，想咳不干净，咽又咽不下去。你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换季小毛病，喝点热水就能扛过去，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。秋天真正伤肺的根本就不是寒，而是夏天闷在你身体里的那把火。那些火毒一直憋在肺里出不来，到了秋天被燥气一勾，立刻化成粘稠的浓痰，死死扒在你的气管壁上。你开始觉得心口发闷，呼吸变得又浅又急，上个楼梯就喘半天，晚上一躺下，喉咙里就呼噜呼噜响。你以为只是小毛病，但你不知道这些浓痰如果不清掉，整个秋冬它都会反反复复折磨你。今天这段内容，你一定要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关上门，一个字一个字听进去。我要跟你分享一款汤水，它能把你肺里那些陈年的粘稠的热痰连根拔起。主角不是人参虫草，而是你去任何菜市场都能买到的一样东西——马蹄。马蹄在中医的食疗本草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，它是长在水田里的良药，性子甘寒，走肺经和胃经，最擅长的本事就是清心降火、清肺除热。你感觉喉咙里粘着一口痰，咳得胸口发疼也清不干净，这就是身体里有炎症。马蹄含有一种天然的抗炎成分，专门对付咽喉炎、气管炎，它能温和地把这股火气降下来，不伤正气，不损脾胃。对于肺热往上熏蒸引起的口干舌燥、声音嘶哑，它有非常好的滋润效果。我见过太多人一到秋天就说不出话，喝多少水都润不了嗓子，那不是缺水，是肺热把津液都烤干了。这个时候吃马蹄就像给烧红的铁锅浇上一瓢凉水，那股清凉的滋润感能从喉咙一路润到肺里。怎么挑马蹄？这里面有大学问。你去菜市场买马蹄的时候，一定要蹲下来仔细看，不要随手抓一把就走。你要一颗一颗地挑，专挑那些马蹄钉，又短又小的，越短越好。这个钉就是马蹄底部那个小小的牙眼。短钉的马蹄底部收得紧，皮薄肉嫩，一刀切开，里面洁白如玉，咬下去全是爽甜脆嫩的汁水。长钉的马蹄说明它已经长老了，纤维变粗了，肉质发白发干，吃一口满嘴是渣，那股清甜味也大打折扣。除了看钉，你还要拿起来用手捏一捏，真正新鲜的马蹄握在手里是坚挺硬实的，表皮绷得紧紧的，带着刚从泥里挖出来的湿润气息。如果你捏到马蹄发软或者表皮已经起皱发粘，那就千万别买，它的内心十有八九已经开始败坏了。切开之后里面可能是发黄甚至发黑的。买回家的马蹄洗干净，削了皮，白嫩，得像一颗颗剥了壳的鸡蛋。你可以直接生吃，清甜解渴，咬一口，咔嚓一声，满嘴都是清甜的汁水。但在这个季节把它包进汤水里，才是真正让它发挥功力的吃法。光有马蹄还不够，一碗真正能清肺化痰的汤需要几样食材互相配合，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阵法。粟米，我要把它放进这款汤里。我说的粟米就是玉米，但一定要选那种金黄色的甜玉米。我每次都会从中间把它横切成2段，让粟米芯里面的甜味和药性更容易被煮出来。很多人煲汤的时候会把粟米芯随手扔掉，觉得它又硬又占地方，这恰恰是把最珍贵的东西丢掉了。粟米芯是这款汤里对抗炎症的关键角色，它能清热利湿，对于小便黄赤、身体有内热的人特别好。你想想看，夏天积在身体里的那些湿热，光靠肺往外排是不够的，需要给他们找一条出路，就是通过小便排出去。粟米芯恰好能打开这条通道，把它和马蹄搭在一起，两者清除热毒的能力会相互增强，就像2个清道夫一起干活，一个在上面扫，一个在下面清，效率翻倍。红萝卜不用拘泥于精确的克数，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。我大概会用230克左右的一整条，把红萝卜洗干净，切成滚刀块，在汤里提供天然的甘甜味，让小朋友也爱喝。有些小孩子不爱喝汤，觉得有股药味，但你放了红萝卜，汤水就变得甜甜的，他们喝完一碗还会再要一碗。同时红萝卜还富含身体在对抗病邪时急需的维生素，能增强抵抗力，保护视力。红萝卜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温和的辅助角色，不争不抢，但不可或缺。接下来我要说一位专门对付顽固老痰的好帮手，陈皮准备1片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多。这款汤的主攻方向是清肺除热，驱除顽痰，所以陈皮里面那层白色的囊我绝对不会刮掉。很多人在家里煲汤，喜欢把陈皮泡软之后，用刀把那层白囊刮得干干净净，怕它苦。但在这个特定的方子里，那层白囊恰恰是化痰理气最得力、最起效的部分，它能把你粘在喉咙深处怎么咳都上不来的老痰慢慢化开，然后顺着气往下引，
陈皮的气是往下走的，能把堵在上面的痰一直往下推，推到肠道里排出体外。泡陈皮的水你也别倒掉，那里头全是挥发油和有效成分，你仔细闻一闻，那个香气就是陈皮最宝贵的部分。直接连水带皮一起倒进锅里，又鲜甜又不浪费。讲到化痰止咳，必须请出经典搭配南北杏，我准备了大约40克。南杏和北杏长得不一样，性子也不一样。南杏润肺化痰，它的性子温柔，像春雨一样慢慢滋润你干燥的肺。北杏则有一股降气的力量，能把冲上来的咳嗽硬压下去，一润一降，相辅相成。它们配合在一起，把你肺里那股咳不出来的燥气轻轻地润下去，把堵在气管里的浓痰一点一点稀释掉。白果也不能缺席，白果就是银杏果。我手边这些白果是竹溪产的，外壳纹路清晰干净，剥开之后果仁饱满金黄。白果最拿手的本事是收敛肺气，专门治疗肺虚引起的久咳不愈。你如果总是感觉气短，话说多了就咳，爬几层楼就喘，甚至晚上一躺下来咳嗽加重，带有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，这就是肺气耗散的太厉害了。肺气就像一个气球，正常的时候是饱满的，能收能放，但久咳的人气球上扎了小孔气，一直在往外漏。白果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小孔补上，让肺气重新收住。我用大概50克，一定要记住，白果有小毒，生吃是不行的，但你只要煲够时间，彻底煮熟，它就非常安全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身体和病邪打仗的时候，除了直接清肺，也得有人做后勤补给。原肉就是来补气养血、安神固本的原肉，就是龙眼肉晒干之后的桂圆肉。我通常会挑那些颜色深、果肉厚实饱满的原肉，这种品相的药力更足。原肉大概20克就够，它能让这款汤在清火的同时不伤你的正气。很多清热的汤喝完之后，人会觉得虚、觉得累，就是因为正气也被消耗了。加了原肉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红枣能补气养血，还能调和所有食材的性味。我选用的是去核的红枣，大概6-7克。带核的红枣偏燥热，去核之后那股燥性就没有了，让整个汤更加温和平顺。脾胃虚寒的人喝了这碗汤也不会感觉肠胃太凉。另外还有一味容易被忽略的坚果，腰果它含有大量的优质油脂和多种维生素，能润滑肠道，同时帮助身体在病后快速复原，用量大约80克左右。腰果煮在汤里会变得绵软粉糯，自身的甜味慢慢融进汤水里，和其他食材的香气完全融合在一起。你喝汤的时候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，但那股醇厚的底味就是它贡献的。上述所有的食材在制作和运输的过程中难免会沾上灰尘泥沙，甚至可能有肉眼看不见的虫卵，所以每次煲汤之前我都会把它们放在盆里，用流水反复冲洗3到4次，直到水色清澈见底才放心。洗干净之后，全部食材一起放进汤包里，注入大约 1.5 升水。我用的是电子汤包，让大火把它烧滚之后再改成慢火细细地煲120分钟，火不能急，时间不能短。你需要让马蹄的清甜、粟米的醇香、陈皮的甘润、白果的粉糯、腰果的油脂香，在水火交融的慢煮中一点一点全部释放出来，融成一锅琥珀色的精华。时间一到，你揭开锅盖，那股香气会立刻钻进你的鼻子。它不是肉汤那种浓烈的香味，而是一股混合了果香、花香、清甜香气的复合味道。马蹄的清甜、粟米的甜香、原肉红枣的焦糖暖香，以及陈皮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甘醇，它们互不压制，一层一层在你鼻腔里打开。汤色清澈透亮，带着淡淡的金黄色，浓而不浊。我迫不及待盛上一碗，舀一勺送进嘴里，清甜温润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感觉整个胸口都一下子舒畅了。那股暖流一直润到你的肺里，把粘在里面的东西轻轻地化开，喉咙润润的，之前那股卡着东西的异物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煲过汤的马蹄依然保持着爽甜的口感，我会把它们全部捞出来，一颗不剩的吃掉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换季转凉的时候，我们的肺最容易被潜伏的热毒侵扰，你感觉喉咙痒、胸口闷咳不出又咽不下，这些都不是小毛病，而是身体在拉警报。今晚就给家人和自己煲上这一锅汤吧，它不贵，所有的食材去一趟菜市场就能买齐，它不复杂，把所有东西洗干净丢进锅里就行，但它却能在干燥的秋天里给你的肺洗个澡，把那些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火气和痰浊统统清出去。一周煲上2-3次，连着喝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咳嗽少了，呼吸顺畅了，嗓子也不再总黏着一口痰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用，请记得点个赞，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，并且转发给你身边那些一到秋天就咳个不停的朋友。关注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期继续分享更多老祖宗留下的食疗智慧，用最简单的东西养出最扎实的健康。